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池谷敏郎所著的《最强内脏脂肪消除法》这本书。胖与瘦的体型对人生的影响有天壤之别。拥有大肚腩的人，相当于放弃了人生的一半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以私心为动力减肥；第二，轻松消除内脏脂肪的方法；第三，减肥的日常生活技巧以及减肥体操的解说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以私心为动力减肥。作者在开篇中提到，拥有大肚腩的人，相当于放弃了人生的一半。随着岁月流逝，腰围越来越粗，腰带的孔也越系越松，腹部突出后，人会立刻显得中年感十足。即使本人没有意识到，肥胖、大肚腩的体型也会在某种程度上给人生蒙上阴影。大肚腩的人，无论做什么事都会变得消极，对自己失去信心，无法充分享受人生。您可能会认为这是别人对外貌的看法，但外貌比您想象的更重要。事实上，胖与瘦的体型对人生的影响有天壤之别。作者自己也曾经在胖的时候，对自己缺乏自信，不愿意出去跑步或在公众面前露面。作者甚至一度几乎放弃了人生。然而后来他下定决心，成功减掉了15公斤。结果如何呢？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。他开始对时尚产生兴趣，与年轻人一起吃饭也觉得很有趣。他的网球表现有所提升，高尔夫的击球距离也大大增加了。总之，他对一切都充满了挑战的欲望。如果他一直保持胖的体型，那么像现在这样在电视上或讲座上谈论健康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。作者的人生变得极其有趣。为了最大限度地享受人生，作者建议首先要以私心为动力，获得一个苗条的身材。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无论年纪多大，人们心中总是有一些私心。对于男性来说，可能是希望吸引女性，或者希望被称赞真帅气，这种心情绝对是存在的。对于女性来说，无论年纪多大，听到别人称赞您真漂亮，您看起来好年轻时，心里都会很开心。即使是80多岁的女性，听到别人说她看起来不像这个年龄时，也会露出笑容，面容焕发光彩。如果拥有苗条年轻的身体，人生会变得非常有趣。您可以邀请心仪的人一起吃饭，或者轻松地与年轻人交谈，一起去喝一杯。另一方面，变得苗条后，打扮也会变得有趣。而且即使不穿昂贵的衣服，只需在时尚店买件 T 恤和牛仔裤随意穿上，也能显得很有型。结果成本也不高。因此，作者提倡首先要以私心为动力，获得一个苗条的身体。如今人们常说这是人生100岁时代。事实上，未来长寿的人会大幅增加。长寿固然很好，但如果因为肥胖而导致生活习惯病，或者因为膝盖受损而无法行走，那就无法享受人生的黄金岁月了。我们都希望能保持苗条的体型，轻松自如的出行，过着充满活力的每一天。那么应该把什么作为动力呢？与其想着通过减少内脏脂肪来延长健康寿命，不如先考虑提升个人好感度，让自己更具吸引力。减肥后，人生会发生巨变，生活会开始闪闪发光。那时你会真正意识到肥胖在生活中带来了多大的负面影响。作者提倡的减肥，是为了更好地享受人生，是为了拥有一个闪耀的人生。因此，作者邀请大家为了更好地享受未来的生活，一起努力追求苗条的身材。相比听到内脏脂肪对身体有害，应该减肥这样的劝告，我们更愿意听到瘦下来后你会更受欢迎，会得到更多赞美，生活会变得更加精彩，你会过上充满活力的每一天。这种激励，获得苗条的身材，就像获得了新的人生与新身体一样。无论是谁，只要获得了苗条的体型，人生就会发生改变。正如俗话所说，体型决定命运。不论年龄，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。
作者自己也是从50岁开始的。当然，60岁、70岁甚至更年长的人也可以成功减肥。具体了解一下这个改变人生的轻松减肥法吧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轻松消除内脏脂肪的方法。我将告诉大家如何有效减少内脏脂肪。内脏脂肪是堆积在腹部周围的脂肪，它是造成大肚腩的原因。如果你想要拥有苗条的体型，就必须想办法减少这些内脏脂肪。那么，怎样才能减少内脏脂肪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减肥。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专门针对内脏脂肪，最终还是要通过减肥来解决问题。但如果你已经成功减肥，那么你也不会有大肚腩了。作者的方法适合意志薄弱或多次减肥失败的人。作者自信地认为，这是最强的减肥方法。减肥最重要的是能够坚持下去，并且能将其变成习惯。严格的饮食控制和高强度的运动或许能带来显著的减肥效果，但往往无法持续下去。克制的越多，反弹的可能性就越大。然而，作者的减肥法并不需要强忍痛苦，而是任何人都能轻松坚持的。实际上，很多患者通过实践作者的方法，成功获得了苗条的体型。接下来，我将为大家讲解如何轻松减少内脏脂肪的方法。这一方法由以下3个要点构成：1. 饮食； 2. 生活习惯； 3. 锻炼。如果只考虑减肥，那么饮食占了90%的重要性。因此，在这段视频中，我将重点介绍饮食方面的内容。现在让我从方法1，饮食方法开始介绍吧。饮食的基本原则是小幅糖质限制。为什么糖质限制是基础呢？这是因为现代人的肥胖问题大多是由于摄取过多糖质引起的。作者指出，仅通过糖质限制，内脏脂肪就能确实减少。换句话说，最有效的减肥方法就是糖质限制。那么，为什么糖质限制能让人变瘦呢？下面我来简要解释一下。首先，糖质是指米饭、面包、面类等主食以及甜点等甜食，像是土豆类、甜味较重的水果等也含有大量糖质。摄入糖质后，血糖值会上升，而血糖值升高时，胰腺会分泌一种叫做胰岛素的激素。胰岛素的作用是将血液中的糖分引导至肝脏、肌肉和脂肪细胞。葡萄糖除了被直接用作能量外，还会被转化为糖原或中性脂肪，储存起来供我们生命活动使用。只要摄入的糖分与消耗的能量相平衡，就不会引起肥胖。然而，如果摄入的糖质过多，超出消耗量时，它们会转化为中性脂肪并储存在体内。这些脂肪积累下来，就会变成内脏脂肪或皮下脂肪。在询问有肥胖困扰的患者时，我们发现很多人确实吃了过多的米饭或面包。要防止肥胖，最关键的是尽量减少胰岛素的分泌，即避免血糖值急剧上升。到这里，我们已经明白糖质限制对减肥非常有效。那么，具体应该如何进行小幅糖质限制呢？关键在于以下3点： 1. 首先将糖质摄入量减半； 2. 识别隐藏的糖质； 3. 在不易发胖的时间段进食。首先，关于糖质减半，作者建议大家将平时摄入的糖质减少1半。只要实施这一方法，体重就会逐渐减少。因此，作者建议大家大胆尝试不吃早餐的主食，而不是完全不吃早餐。早餐时要摄入尽量少的糖质，并搭配一天中容易缺乏的膳食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以及优质的蛋白质，以高效获取所需营养。摄入足够的蛋白质作为肌肉的材料非常重要，只需减少糖质的摄入。进餐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进食的顺序。如果首先摄入糖质，血糖值会迅速上升，而血糖值的急剧上升是导致肥胖的原因之一。那么，为了防止血糖值的急剧上升，应该如何进食呢？强有力的伙伴是膳食纤维，它能抑制血糖值的急速上升，因此建议先从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开始吃。膳食纤维分为可溶性和不可溶性2种。
而可溶性膳食纤维在胃肠道中会变成黏糊糊的物质，之后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消化会受到阻碍，从而使糖质难以被吸收，防止饭后血糖值的急剧上升。可溶性膳食纤维主要存在于海藻、蔬菜和水果中，因此建议首先食用沙拉或蔬菜汤，即蔬菜优先的原则。请务必注意进食的顺序，先从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开始，这样可以有效防止血糖值的急剧上升。接下来是第二个要点，识别隐藏糖质。在小幅糖质限制中，意外的盲点是那些未被察觉的糖质，即隐藏糖质。有些人虽然实行了糖质限制，但效果却不明显。当我们仔细询问这些人时，发现他们在不经意间摄入了糖质，除了作为主食的大米、面包和点心之外，还有很多食物含有糖分，即使是蔬菜，如土豆、红薯等块茎类，以及莲藕、南瓜、蚕豆等也含有较多糖分。水果中，香蕉、葡萄、桃子、梨、芒果和柿子等糖分含量较高，罐装的糖浆水果更是含糖量极高，所以要注意。此外，运动饮料和市售的蔬菜汁等也含有较高的糖分，请多加注意。而且，调味料也是容易被忽视的糖分来源。炸猪排酱、番茄酱、蚝油和沙拉酱等调味料都含有较高的糖分，因此使用时要注意不要过量。接下来是第三个要点，在不容易发胖的时间段进食，即使在减肥期间，也会有想吃甜食、汉堡或牛肉盖饭等高热量食物和垃圾食品的时候。为了避免因为压抑欲望导致的暴饮暴食，合理的在饮食中加入想吃的食物是关键。如果实在想吃这些食物，建议在下午2点到6点之间食用，这段时间是相对不容易发胖的时间段。我们的身体中有一种名为时钟的基因，它与体内时钟相关，同时也会抑制脂肪的分解，使脂肪在体内堆积。虽然这里不详细说明原理，但基于这个基因的研究，下午2点到6点之间的确是发胖风险较低的时间段。请记住这一点。作者本人也通常在下午2点左右吃午饭，并在3点左右享用自己喜欢的甜点，这完全符合这个规律。大家也可以注意在下午2点到6点这个不容易发胖的时间段进食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减肥的日常生活技巧以及减肥体操的解说。在这一部分，我会分享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小技巧，这些技巧可以在家中、工作中、外出时轻松融入日常生活，并显著提升减肥效果。这也是糖质控制法的第2个方法。虽然这些技巧看似简单，但执行与不执行的效果差异很大，积少成多。这些小事最终会对结果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。首先，让我列举一些有助于减肥的日常生活小技巧。1. 养成使用全身镜直视现实的习惯。2. 每天早晨称体重。3. 准备一件减肥后想要穿的衣服。4.1 开始稍微忍耐一下。5. 通过家务等活动频繁地活动身体。6. 进行脚跟上下运动。这些可能有点多了，那我就简单明了地逐一解释一下吧。首先，第1个技巧，养成使用全身镜直视现实的习惯。作者本人过去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发胖后会不喜欢照镜子，因为不想直面现实。当您开始注意到腰围变粗，或者皮带孔需要调节时，常常会选择视而不见，或者安慰自己还好，变化不大。这种心态会让您对体重的增加越来越迟钝。如果您选择逃避现实，那么肥胖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迅速蔓延。因此，如果您决定开始减肥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全身镜前直视自己的身体。接下来，我来解释第2个小技巧：每天早晨称体重，明确自己目前的体重是多少。有些人因为害怕看到自己的体重，甚至会把体重秤扔掉，这可不是个好主意。减肥的起点在于客观看待自己的身体，捏捏肚子上的赘肉，认清自己到底胖了多少。早晨是称体重的最佳时间。然后是第3个小技巧，
准备一件减肥后想穿的衣服。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当您身材苗条时买的那件最喜欢的衣服，因为发胖而再也穿不上了，只能把它塞在衣橱的深处。现在就是把它拿出来的好时机了。再度穿上这件衣服的愿望能大大提升您的减肥动力。其实下决心去买一件新衣服也不错。在店里看到一条紧身连衣裙或是修身牛仔裤，即使过去您觉得很漂亮，却因为穿不下而放弃，现在也可以先买下它。您会有一种不想浪费这件衣服的心理，从而更努力地坚持减肥。把这件衣服挂在显眼的地方，偶尔在减肥过程中试穿一下。当您发现衣服逐渐变得合身，拉链也能拉上了，这将是一个极好的指标。作者自己也有一条非常紧的牛仔裤，偶尔为了确认自己的体重是否有所变化，他会穿上它来试试。如果穿得上，那就说明体重还好；如果有点紧了，那就该注意饮食了。在减肥过程中，自我形象非常重要。想象自己穿上那件合身的衣服，当您快要放弃时，这种想象能帮助您重新振作起来。接下来第4个小技巧，最初稍微忍耐一下。作者自豪地认为，他的方法能够让人们在无需忍受饥饿或进行辛苦运动的情况下，轻松减肥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完全没有辛苦是不可能的。要改变以往的饮食和生活习惯，必要的节制是不可避免的。改变习惯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痛苦的事，但如果不做出改变，您将永远无法摆脱肥胖。因此，请在最初稍微忍耐一下。不过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忍耐会逐渐变成习惯，一切就会变得轻松多了。作者也曾在最初克制自己对糖分的喜爱，但现在他已经完全适应了。等你养成了新的习惯，体重会开始逐渐下降，那时你会发现，忍耐的痛苦已经转化为了减肥的喜悦。接下来第5个小技巧，通过家务等细微活动来保持运动。通常来说，经常活动的人是不会发胖的。当您在家的时候，请尽量保持活跃。作者的妻子从来没有发胖过，她在家里总是忙碌不停，从不闲着。她不仅会整理东西、擦拭家具，还会在有空的时候练习挥高尔夫球杆。可以说，她喜欢打扫卫生，或者说她很爱干净，而这实际上也成了一种很好的锻炼。家务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很不错的运动。如果你有意识地进行打扫、洗衣等家务，这些都可以成为相当有效的运动量。当有时间时，您可以试着擦地板、擦窗户，甚至对整个房子进行大扫除。想象一下，通过努力做家务所获得的苗条身材，这样的奖励难道不值得您努力吗？您甚至可以在做饭时，站在灶台前等待水开的时候，稍微进行一些原地踏步。通过日常的这些细微活动，您的身体会逐渐变得更容易燃烧脂肪，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。接下来是第6个小技巧，进行踮脚运动。这是在职场或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运动之一，也是最后一个要介绍的小技巧。这个运动非常简单，只需扶着桌子、台面或者墙壁，进行踮脚和放下脚跟的动作。这项运动理想情况下每天做1到5分钟，每次3组。通过这个简单的上下踮脚动作，您可以有效地拉伸和收缩小腿肌肉。小腿肌肉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像泵一样，帮助将血液从下肢向心脏回流。通过踮脚运动，小腿肌肉会反复进行压缩和放松，促进血液循环的正常运作。在过去，人们的日常活动足以保持健康，但在现代社会，运动不足已成为普遍问题，尤其是小腿的泵功能容易衰退。因此，有意识地进行腿部运动非常重要。踮脚运动可以帮助改善血液循环，进而有助于脂肪的燃烧和减肥效果。您可以在厨房做饭时、看电视时、等人时，随时随地进行这项运动。在工作时，比如站在前台接待客人或是复印文件时，也可以尝试这项运动。如果您在电车上，
也可以扶着吊环进行这项运动。对于需要长时间站立工作的人来说，这个运动可以有效缓解水肿。如果您担心引起别人的注意，可以稍微放慢速度，或者交替进行脚尖的抬起动作。即使您是坐着的，也可以通过伸展小腿、活动脚踝等方式，尽量保持腿部的运动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